我准备买房的当天，许久不曾联系我的爸爸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在房产证上写下我弟的名字。他说你弟弟才是咱们老陈家的希望。我想了想，赚了200，让他挑一个好看一点的骨灰盒。毕竟我弟那没有2两重的骨头，也烧不出什么玩意儿来。我是一个女孩，在弟弟出生之前，我的生活很平静，很正常，父母疼爱，家庭幸福，偶尔有吵闹，也无伤大雅。我满足于现状，但是他们不满足。爸妈迫切地想要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，为此他们费尽了各种办法，什么偏方土方都用上了，折腾的我妈面黄肌瘦，走路都打晃。我看着心疼，暗中劝她不要听我爸的瞎折腾，顾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。我妈含泪点了点头，扭头就告诉了我爸。当晚我正在写作业，我爸冲进来，二话不说，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拎起来，狠狠甩了我2巴掌，打得我眼冒金星，嘴里都是血。我爸一把将我狠狠摔在地上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死丫头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竟然想断了我们老陈家的香火！早知道你心眼这么小，当初就应该听你奶奶的，把你送人得了，省得留在家里碍眼，看着都生气。对着我发泄了一通怒火之后，我爸气消了，转身笑容满面，搂着我妈离开。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我深吸了口气，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步一步慢吞吞地挪到了卫生间，看着镜子里那个头发凌乱、脸颊红肿、眼神空洞的自己，不可闻地笑了笑。一阵生猛的疼猛然袭来，漱口的时候吐出来的水都是红色的。我在卫生间待了许久，才打开门，意外发现我妈就站在门口，欲言又止地看着我。我看着她没说话。良久之后，我妈长叹了口气，一开口说的话却让我觉得窒息。闺女，这家里得有个男人传宗接代，你放心，就算是生了弟弟，妈妈也不会不管你的，所以你不要再嫉妒了，好吗？嫉妒。我慢慢地咀嚼着这2个字，仿佛一个刀片在我的嘴里到处切割，伤口更疼了。所以你是觉得我和你说那些话是因为我嫉妒，不然呢？我了然地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越过他回了房间。关上门之后，我顺着门滑坐在地上，抱着膝盖无声痛哭。我难过的不是我爸打我，而是我妈的不理解，她将我对她的爱曲解得如此丑陋，令人作呕。后来爸妈终于如愿以偿，生下了他们千呼万盼的儿子。我看着那个还在襁褓之中的小婴儿，心里也觉得柔软，这是我的亲弟弟，我们一母同胞，以后可以互相扶持。事实证明我错了，我太自以为是了。虽然我们是从同一个肚子里面生出来的，可是待遇远远不同。在弟弟出生之前，爸妈对我尚且不错，可是自打他出生之后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围着他转，再也落不到我的身上。我成了家里的隐形人，毫无存在感，但是又不可或缺，因为我还要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卫生、洗尿布，甚至是每晚隔2个小时喂一次奶的工作都要我来做。彼时我也不过才10岁，每天家里学校忙得团团转，睡眠严重不足，课间10分钟别人都在嬉笑玩闹，而我只想好好睡觉，有时候甚至上课铃响了我都听不到，被老师敲着桌子叫起来，黑着脸让我去后面罚站。我满心委屈，可是无处诉说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又要开始新的忙碌，先做晚饭，然后接过弟弟，看着爸妈吃饭，等到他们吃完了，把弟弟交给他们，我才能吃，潦草的划拉几口。我还要去洗积攒了一盆的尿布、口水巾、换下来的衣服。等到一切都弄好之后，我才终于可以歇一口气，回房间去学习、写作业，享受专属于我的宁静时光。当然，这份时光也是短暂的，因为没多久，爸妈要休息了，而我就要时刻警醒着，一旦弟弟哭闹了，就要马上出现，绝不能让他吵到我爸休息。我爸休息不好，脾气就会变得十分的暴躁，具体的表现就是打我，没错，只打我，仿佛是因为我才害得他不能好好入睡。我无力抗争，只能默默忍受一切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抱着弟弟，一边哄着他，一边默默的流泪。我好像感受不到爸妈对我的爱了，他们有多久没对我笑过了？他们似乎忘记了，我也还是个孩子。中考成绩出来之后，我全校第3，兴奋的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和他们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可是还没等我开口，我妈抢先一步：小星，高中就在4中上吧？为什么？我不理解，我的成绩明明可以上1中的实验班。因为我妈有些为难地看了我爸一眼，我爸十分坦然：你弟马上就要上小学了，4中离家近，而且小初高中都在一起，也方便你随时随地照顾他。况且之前我们也打听了，你这个成绩，4中不仅不收学费，还能给奖学金，就连你弟弟的学费都免了。反正你学习好，在哪学不都一样，照顾你弟弟才是最重要的，在哪学都一样，那怎么能一样？我想要反抗，我想要发疯，我想要告诉他们我不同意，可是我说不出来，他们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犹如千斤重，仿佛我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孝顺的白眼狼。没错，他们生我养我，给我吃给我穿，我应该懂得感恩，我必须懂得感恩，所以我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。毕竟他们也不是让我退学，只是没能选到自己心仪的学校，这有什么大不了了，又死不了人，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，被动的接受一切的安排。可我总觉得我好像被束缚住了，被套进了一个袋子里面，外面上了层层的枷锁，我是不是再也爬不出来了？我最终上了4中，原本应该住校的，但是弟弟才上小学，不需要住校，于是我也不住校，负责每天送他上学。可是高中和小学的课程时间是不一样的，弟弟8点才上课，而我7点就要开始早自习。为此我不得不在开学的时候便找班主任请了长期的假，因为如果我拒绝的话，我连高中都上不了。为了能够继续学习，我可以做出任何的妥协。而对于我说要送弟弟上学的理由，班主任十分不满，当着我的面数咯，就算你成绩好，也不能恃宠而骄，你还不是全年级第1呢，就开始摆谱了。
以后岂不是连老师都不放在眼里？我有苦难言，只能低着头，一个劲儿的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声音越来越低，低到我自己都察觉不到。而班主任最终也没有再说什么，默许了我的请求。可是当我回到家，告诉妈妈，她却依旧不满。早自习才30分钟，你弟弟8点上课，难不成你还要让他早去半个小时？要我说，这学你还上个什么劲？还不如不上了，早点去工作，赚钱补贴家里，也好让我和你爸轻快。你大爷家的表姐，初中毕业就不念了，如今1个月也挣4、5千，多好。我低着头，深吸了口气，强忍着心中的难过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。如果我现在不念了，弟弟的学费就不能免了，而且奖学金也要退回去。我妈一听，顿时就没话说了。开学的时候，学校给了3万的奖学金，到手的钱再还回去，对她而言，比杀了她还要难受。她肯定不舍得。果不其然，最终我妈还是退了一步，不情不愿，行吧，为了你就暂时先委屈你弟弟了。哎，我可怜的儿子，我得给他做点好吃的，安抚他。说着，我妈起身拿着钱包走了出去。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扯了扯嘴角，想笑，但是笑不出来，只觉得胸口像是破了一个洞，呼呼的往里面灌凉风。你看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妈都觉得是弟弟受了委屈，好像我占了大便宜。可是占了便宜的我，为什么一点都不开心？中午下课，同学们去食堂吃饭，而我却走向了和他们相反的方向，去门卫拿我妈送来的饭菜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。但是那只是为弟弟准备的，并没有我的份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每次弟弟吃不完，剩下的都是我的，我不能拒绝，因为我没有钱单独买饭。学校的食堂也算物美价廉，可是一餐也要10块钱，我的零花钱有限，都攒下来买习题册了。口腹之欲，能忍则忍。不过幸好我妈总是做很多，而弟弟又是贪玩的年纪，每次吃几口就不吃了，忙着去找同学玩，剩下的便都是我的。我不嫌弃吃他剩下的，只要能吃饱，能活着就足够了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？但是我没想到，我狼吞虎咽吃饭的样子会被我爸看到。那天他刚好路过学校，就想着来看看他的宝贝儿子在学校过得怎么样，结果在食堂里却没有看到他，只找到了正在独自吃饭的我。于是我心里想着快点吃完，回去把之前的试卷做完，丝毫没注意到有人来了，直到头皮猛然一疼，死丫头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背着我们欺负你弟弟是不是？我的头发被我爸拽着用力向后拉，疼得我龇牙咧嘴，说不出话来。附近还有在吃饭的同学见状纷纷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而我爸不管不顾，狠狠甩了我2个巴掌。我就知道你心肠歹毒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变。可我没想到你居然连你弟弟都欺负，他才多大你竟然抢他的吃的，你要不要脸？说着一甩手，我趴在地上磕破了手掌。我爸仍觉得不解气，拿起饭盒狠狠地丢到了我的身上。菜汤已经是温热，但是洒在身上的时候，我却觉得宛如烈火灼烧一般，烫得我浑身发抖。等回家我再好好收拾你。说完我爸转身气呼呼地走了。我趴在地上垂着头，久久没有反应，但是依旧能够感受到从4面8方传来的目光投注在我的身上。虽然我没看到，但是也能想象得出来，他们的目光该是多么的异样，带着嘲讽和鄙夷，比刚才的2巴掌还要让我觉得难堪。那一刻，我甚至希望地上多一条缝儿，让我躲进去，再也不见任何人。陈星，你怎么趴在地上？一双脚停在了我的面前，我抬眼看，是同班的孙思思，她蹲了下来，平视着我。我以为会在她的脸上看到嘲弄或者是鄙夷，然而都没有。她只是一脸平静地看着我，眼中带着些许的心疼。之前老师就说过你学习太拼命了，让你适当的多休息，你还不听，现在好了吧？吃个饭都能摔跤。说话间，她伸手将我扶了起来，不嫌弃地将粘在我身上的残羹剩饭拍打干净，上下打量一番，皱了皱眉，衣服都脏成这样了，不能穿了，穿我的吧。我有些懵，下意识地想要开口，却又再次被他抢先。也是巧了，我正不想穿校服，还没想好理由，你就送上门了。好同学，帮个忙。说完对我眨了眨眼睛，我全程都是懵的，像是个提线木偶，被他牵着手带去了卫生间，换上了他干净的校服，而他穿的则是自己的小裙子，对着镜子左转右转，笑颜如花。我可真好看。我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，心中暗语真的很好看。良久，哑着声音低低开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在众人面前想尽办法维护我的颜面，用那么拙劣的借口为我解围，而我却懦弱的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孙思思脸上的笑容不变，客气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是你帮了我的忙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胸口涌入一股暖流。在这暗淡的岁月中，我似乎窥见了一丝光明。回到教室，我以为会迎来一波嘲讽，但是并没有。路过的同学与我打招呼，脸上神情自然，仿佛无事发生。我心中奇怪，不经意间抬眼，惊讶地发现饭盒已经被清洗干净，放在了我的桌子上。对上我诧异的表情，同桌莞尔一笑，孙思思那个疯丫头拉着你就跑，我就顺手帮你收拾了。我嘴唇瓮动着，谢谢。话没说完，上课铃声响起，同桌对我眨了眨眼，便转过头去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千言万语涌到唇边，又被我咽了回去。这一刻，我心中无比的庆幸，又涌上无限的悲凉。庆幸同学们心照不宣的维护，悲凉我自己的懦弱无能，甚至就连大大方方的一句感谢都说不出来。放学之后，我回到家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，明明钥匙可以捅进去，却怎么也转不动。我不明所以，只好敲了敲门。许久之后，门才打开一条缝儿，我妈露出半张脸，眉头紧皱，脸色阴沉，眉宇间透着不满和失望。你爸都跟我说了，陈星，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种事，连你弟弟都欺负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妈，我没有，不是你。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我妈冷冷打断我的话，叹了口气，上下打量我一番。当看到我脸颊上的红肿时，眼中多了几分惆怅。做错了事就好好反省，今天你就待在外面好好面壁思过吧。临关门的时候，她又看了我一眼，
爸妈也是为了你好，不希望你走偏路，你得明白我们的苦心。说完反手关上了门，力道不大，可是我却感觉像是一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，比之前我爸当着众人的面打我的时候还要疼。我望着眼前紧闭的门，慢慢的贴上去，隐约能够听到里面传来的欢声笑语。没有我在的时候，他们过得多开心啊！一门之隔，却宛如两个世界。而我就是那个局外人，格格不入。我向爸妈认错了，跪在他们面前，诚恳地表达歉意。没办法，即便我知道我没错，可是我需要钱。高中虽然免了我的学费，但是有些费用仍旧无法避免。而我没钱，为了能够继续上学，尊严和骨气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。而爸妈也很满意，对我的态度明显的缓和了许多。我们一家人又恢复了原本平静的生活。但是我知道，在我内心深处藏着暗流，看似平静，却不知何时会爆发。生日那天，我照常回到家，家里却空无一人。我给我妈打了电话，却得知他们出去玩了。电话里隐约还能听到弟弟和爸爸的笑声，那么的轻松欢畅。你好好看家，锁好门窗，不用等我们。对了，厨房给你留了饭。说完他便挂了电话。我握着电话，神情正然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没有和我说一句生日快乐，似乎他不记得，除了我以外，谁都不记得。我走进厨房，看着操作台上放着的2盘剩菜，以及电饭煲里不足1碗的饭，深吸了口气，捶了捶有些发闷的胸口。我转身离开了家。我买了一根蜡烛，穿过大街小巷，终于找到了一家面馆。此时已经很晚了，只有这家店还在营业。我走进去，看着菜单，却许久都没有开口，一只手插在口袋里，紧紧地攥着钱。我只有5块钱，刚才花了1块钱买了一根蜡烛，如今就剩4块。可是这里最便宜的一碗面都要6块，原来我倾其所有，却也不过如此。小姑娘想吃什么？店主大叔见我许久没说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我家的招牌牛肉面很好吃的，要不要尝尝？”我抬起头看着他，深吸了口气，鼓足勇气：“老板，我钱包丢了，就只剩下4块钱，你给我做一碗最简单的清汤面，可以吗？”说完之后，我屏住呼吸，忐忑不安地站在原地，等待着他的反应。握着钱的手心已经满是汗，潮湿又黏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可能只是几秒钟，也可能是1个世纪那么久。你先找个地方坐着吧。说完，店主大叔转身进了厨房。我长舒了口气，抚着狂跳不止的心脏，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，安静坐好。店主大叔端上来1碗素面，我低声道谢，然后掏出蜡烛，点燃，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默默许愿。睁开眼睛，却发现店主大叔没有走，还站在一旁。我想了想，当即掏出皱皱巴巴的4块钱：“老板，谢谢你。”店主大叔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接过钱转身走了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想来他可能以为我是个神经病吧。大晚上的在这里点蜡烛，我没想太多，只想着赶紧吃完离开，不要给别人增添麻烦。正在我吃了没2口的时候，一阵脚步声传来，我下意识抬起眼，只见店主大叔拿着勺子往面前的面碗里一扣，再拿开的时候，里面多了许多的牛肉，落成了一座小山峰。我懵了，老板，这是啊？没什么，太晚了，也没啥人来了，这肉再不吃就要坏了，就送你了。店主大叔挠了挠头，笑得朴实，你可别嫌弃，嫌弃。怎么会呢？我看着面前的牛肉，快速地眨眨眼睛，还是没有控制住，落下泪来。被忽略的时候我没哭，被区别对待的时候我没哭，甚至被误解、被打、不被放在心上的时候我都没哭。如今在一家陌生的面馆，对着一个陌生人，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。我知道我是个没人爱的小孩，我的爸妈不爱我，没有人爱我。我合着眼泪吃完了1整碗的面，连汤都没有剩，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心里有些惆怅，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。丫头，我抬头，店主大叔坐在了我对面，抽着一支烟，受什么委屈了？我下意识的眼神闪躲，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说出来显得矫情，咽下去又觉得拉嗓子。见我不言语，店主大叔自顾自地说：“看你这身校服，是4中的学生吧？是不是在学校被欺负了？要我说，被欺负了你就狠狠地打回去，不用客气，也不用害怕。你想啊，他们欺负你的时候，你挨揍也是疼，你打回去再挨揍还是疼，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不同的是，他们或许会因此而惧怕你，不敢再对你乱动手。趁年轻就要勇于尝试，不然以后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”我听得有些不太明白，为什么？当然是店主大叔猛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，感慨万分。成年之后打人是要赔钱的，好简单直白的理由。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插科打诨，反倒是淡化了我心里的委屈。丫头，店主大叔的目光落在那支蜡烛上，叹了口气，委屈谁都不要委屈了自己。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爱，又怎么能奢望别人的爱？我心里恍惚一颤，下意识的点了点头。我们2人默默的坐着，谁也没有再说话。等到蜡烛燃尽，我起身朝着店主大叔深鞠一躬：“老板，谢谢您，今天多有打扰。”店主大叔嘿嘿一笑：“客气了，以后可以经常来照顾生意。”我关门晚，好，我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家，推开门，里面的欢声笑语突然像是被按了暂停键。我抬眼看着坐在沙发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人，没有我的时候，他们才是真的快乐。死丫头，你跑哪去了？见到我妈当即沉下脸骂道：“给你留的饭也不吃，还跑出去大半夜才回来，知不知道家里人会担心？你能不能让我们省省心？”我爸虽然一言不发，但是阴沉的脸也彰显了他的不悦。至于弟弟，他正忙着摆弄新买的玩具，甚至未曾看我一眼。按照以往，此时我一定已经低头认错，甚至跪下祈求他们的原谅。但是我累了，我不想再委屈自己。既然不好过，那大家就一起都不好过吧。既然你们担心我，之前有出去找过我吗？有向别人打听我的消息吗？
我的反应超出了他的预计，他明显一愣，下意识看向我爸，我爸皱起眉，上下打量着我，冷哼一声，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？万一做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，你不要脸，我们可还要？没错没错，我妈在一旁附和着点头，很是认同。你这妮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从小就欺负你弟弟，偷他的饭，谁知道现在还有什么毛病，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，我真是倒了大霉了。原本我还能心平气和，但是听到这里，我突然就忍不住了，将钥匙狠狠地往地上一摔，倒霉。到底是谁倒霉？我才是那个最倒霉的，从小就被你们剥削，生不出儿子怪我，生出来了就开始压榨我。哪个好人家会逼着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照顾一个婴儿？你们管生不管养，为了方便照顾他，不顾我的感受，我的想法，我的话在你们眼里都像是放屁一样，你们把我当人看了吗？就算是条狗，心情好了也能摸摸他的头，为什么对我就如此的苛责？你们给过我一个好脸色吗？对我笑过几次？你们为人父母自私自利，肆意编排污蔑我，还想要我怎样？你们干脆一刀杀了我算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我爸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大步上前，狠狠一巴掌抽在我的脸上。那一下他用了全力，我趴在地上，感觉脑浆子都在晃荡，眼前一阵阵冒金星，嘴里泛起浓厚的腥甜味。这一次没有孙思思，没有人帮我，我要学着自己站起来。深吸了口气，我手撑着地，缓缓地站了起来，看着面前怒意正盛的我爸，我妈在一旁紧紧地搂着弟弟。在我挨打的时候，他也只顾着保护他的宝贝儿子，唯恐吓到他，真是令人潸然泪下的母爱啊！我没忍住，笑出声来。你还有脸笑？我爸瞪着眼睛，又踹了我一脚，我才刚站起来，如今又趴在了地上，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，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，然后转身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扯着嗓子开始喊：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打我了，我以后都会吃得很少的，把好东西都留给弟弟，求求你饶我一命！学校发的钱我1毛钱都没要，真的都给你们了，你们把我打死，我也拿不出来1分钱了，饶了我吧，求求你们了！我虽然是装的，但是多年来的委屈早就郁结在心里，根本就不需要酝酿，悲愤和绝望喷涌而出。我爸我妈直接傻眼了，忘了去拦住我。而楼里住的大多都是上了些年纪的大叔大妈，最喜欢看热闹，纷纷开门走了出来，而我也适时地倒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，像是被迫害的无辜少女，嘴里不停地嘀咕着：别打我了，求求你们别打我了。老陈两口子，你说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怎要把孩子打成这样？住在对门的阿姨看不下去，站了出来，她一开口，其他人也忍不住了。就是啊，孩子犯错了，好好教育就是，怎么能动手？陈星这孩子多乖呀，学习又好，你们摊上这样的女儿就偷着乐吧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刚才我听他那意思，你们连饭都不让他吃，太过分了吧？生了就得养，这是你们当父母的责任。我爸妈虽然对我颐指气使，从来没有好脸色，但是在外人面前，向来怂得像是2颗鹌鹑蛋，被这么多人指着鼻子谴责，他们有心辩解，可惜没那个口才。况且平日里他们怎么对我的，街坊邻居也都看到过，尤其我现在脸还肿着，嘴角的血都没干，谁说了真话，一目了然。最终在众人的谴责中，我爸妈低头认错，表示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众人这才作罢。对门阿姨蹲在我面前，拉着我的手：孩子，别怕，有什么事就来找阿姨，阿姨帮你报警。我顶着巴掌印，红肿着眼睛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看到我这么狼狈可怜的模样，阿姨心疼的眼圈都红了，摸了摸我的头，一步3回头的回去了。围观的人都离开了，我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一甩手进了屋。我妈又想故技重施，把我关在门外反省，还没等她动手，我抢先一步开口：妈，你还想再经历一次吗？我妈把着门的手猛地一僵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似乎要说些什么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怒气冲冲地回去了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心里突然觉得十分的畅快。原来我以为的事情，其实解决起来如此的简单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，他们就不敢乱来。笑着笑着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这个生日过得如此的荒唐，我想我会铭记一辈子。自从我闹了一通之后，明显能感受到我爸妈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，虽然比不上弟弟，但是起码没有再压榨我。毕竟我也不会再听之任之，他们一步步地试探我的底线，想要故技重施，而我直接先翻了桌子。我不要。在我爸扬起手准备打我的时候，我快速地跑到门口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所有人都招来？我爸举着的手僵在了半空，脸上一阵红一阵青，反手甩在了我妈的脸上，看看你生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妈被打懵了，愣了几秒之后，哭嚎着冲上去和我爸厮打在一起，两人打得难舍难分。我站在门口看热闹，看得特别高兴，最喜欢这种狗咬狗的场面。打我的时候他们随心所欲，如今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其中滋味他们一定深有体会。眼看着快到上学的时间了，我背起书包准备出门，弟弟突然跑过来挡在我面前：你有事？我还没到时间呢，所以你得送我上学，不能走。听着他理直气壮的语气，我挑了挑眉，伸手捏住他的脸，轻轻扯了扯，皮笑肉不笑，滚一边去。弟弟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我竟然敢拒绝他，叫嚷着就要打我，笑死，我能让一个小屁孩欺负了？当即我拎起他的衣领，轻轻一甩，便将他丢到了一旁，推开门就走了出去。临关门的时候，隐约能听到里面传来弟弟哭嚎和爸妈叫骂的声音，如此悦耳。因为没有我当任劳任怨的保姆，接送弟弟的工作就落在了我妈的肩上，而她为此耽误了工作，几乎每天都要迟到。没过多久，她就被辞退了。为此，她将怨气都发泄到了我的身上，冲进我的房间想要动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死丫头，都是因为你，害得我工作都没了，怎么是因为我呢？看着她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我笑了笑。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这么大，我小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耽误了工作？你不是好好的吗？
是你自己偏心，舍不得你的宝贝儿子，却又成天担心我欺负他，防我像是防贼一样。如今好了，你没了工作，就可以安心的陪着他了。就是不知道你这不挣钱了，我爸会不会嫌弃你？以后你们的日子还能不能好过？我妈气得浑身发抖，举着手要打我，我当然不会让她得逞。躲避的时候，眼睛余光瞥到弟弟悄悄溜了进来，看样子是想要给我下绊子。果然是被疼爱长大的小孩，知道向着他妈。于是我毫不客气，狠狠一脚踩在他的脚上。那一刻，他的惨叫声将楼顶的麻雀都震飞了。陈星，你干什么？你要踩死他吗？我妈心疼的不得了，我装作才发现的样子，缩回脚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没看到，谁让他不吱一声就溜进来？小小年纪就如此不懂规矩，长大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为非作歹呢。陈星，你妈，要不你还是先带他去医院看看吧，万一骨折了呢？我打断了他骂骂咧咧，好心的提醒他。看着弟弟惨白的脸，我妈心里着急，顾不上和我算账，抱着他急匆匆的跑了出去。望着他们匆匆离开的背影，我有些感慨，果然是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弟弟胖得像是个球，我妈都能抱着他健步如飞，真令人感动。我爸下班回来，知道我妈被辞退了，气得脸发白，又听说我打了弟弟，更是气得胸口疼。在收到医院扣费的短信的时候，怒火直接飙到了头顶，拿起扫把就朝我冲了过来。陈星，你找死！爸，你要打我吗？我正在刷题，见他冲进来，当即站了起来，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样。我爸看着我，火冒三丈，爸，你想好了再动手，我要是身上带了伤，明天我就去警察局，就去你单位去闹。我年纪小，不懂事，不在乎脸面，就是不知道你在不在乎，也不知道你的工作能不能保得住，到时候万一你也失业了，咱家就没钱了，也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养得起弟弟。你威胁我。我爸磨着牙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我耸了耸肩，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对峙片刻，我爸最终还是屈服于现实，败下阵来。临走之前，冷冷扔下一句话：收拾东西，明天你滚去学校住，没事别回来。去学校住也行，但是生活费、住宿费你得给我。我抓紧时间提要求，不然我要是吃不起饭，还得去你单位找你，闹起来一样不好看。我爸站在原地，深吸了几口气，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我拿着钱去了学校，钱给的不多，刨除正常的住宿费之外，剩下的生活费仅够我在食堂吃最便宜的盒饭，一看就是我爸精心询问了。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因为我学习好，学校给我开了后门，允许我免费住宿，只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学习，到时候给学校争光。自然这个消息我没说，所以省下来的住宿费便进了我的口袋，离开了那个乌烟瘴气的家。我的生活变得简单，每天睡醒便是学习。我知道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，我的家庭，但是我可以靠我的努力改变我的命运，我的未来我做主。高考很快到来，学校作为其中的一个考场，封校整理，我只能回家去住。一进门，屋子里面变得十分的安静，仿佛我就是那个暂停键，堵死了他们的嘴。我表情淡然地打声招呼，便准备回我的房间，结果一打开门，我的房间早就变了样，里面堆满了弟弟的东西，他的玩具，他的衣服。若是说里面还有什么是我熟悉的，大概就是地板砖了。原来这里早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。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妈皱着眉，一脸埋怨。房间给你弟弟用了，你就暂时先睡沙发吧。睡沙发？我一个马上要高考的人，让我睡沙发？他们每天看电视看到凌晨，我怎么休息？我一言不发，直接进去，将床上堆着的东西一股脑丢了出去。陈星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妈吓得连连尖叫，我爸也冲了过来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。我无所谓，我就在家里住几天，考完试就行。这几天你们别影响我，我也不会打扰你们，不然的话，大不了大家一起闹，我奉陪到底。我的目的很明确嘛，我只想要一个能好好休息的房间。我爸我妈对视一眼，大概是想起我之前闹的那出，不敢轻举妄动，满心不情愿地将地上的东西捡起来，放到了弟弟的房间。我刚准备休息，一个肉墩子冲了进来，朝我腿上擂了一拳。你这个贱女人，谁让你扔我东西的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臭小子又长胖了，一拳下去力气不小，疼得我倒吸了口凉气。我也没客气，拿起床头的床扫，朝着他后背就抽了过去，啪，疼得他原地蹦高。我是你姐，下次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我揪掉你的脑瓜子。陈星，你他妈的，我妈也是你妈。我听着他嘴里不干不净的脏话，淡淡的回击，想骂滚出去骂去，别在这碍我的眼，不然我抽你。大概是血脉压制，弟弟被我吓住了，不敢再造次，转身跑了出去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我也懒得管。我没想到臭小子报复心那么强，趁着我出去倒水的功夫，又溜进我的房间，翻了我的书包，把我的准考证找了出来，撕得粉脆，然后拿着那些碎片，洋洋得意地走到我面前。明天你不能考试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我爸说了，你就是个赔钱货，生来就是给我当奴婢的，还敢打我，反了你了。这下你不能上大学了，等你彻底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看着他嚣张的嘴脸，当真是和他爸妈一模一样的厚颜无耻。不过谁告诉你，我就只有一张准考证？弟弟的笑突然凝固，准考证是自己打印的，我闲着没事，多印了几张，放在我朋友那里了。你要是喜欢撕，我可以再送你2张。不过你这么爱撕纸，该不会是得了老年痴呆吧？趁早去医院查查，我一直怀疑你是个脑瘫。说完，我瞥了他一眼，看着他懵逼的表情，笑了。高考之后，我就离开了家，去找了兼职，挣学费、生活费。毕竟我家那个情况，估计1毛钱都不会给我的。高考成绩出来那天，我回到学校，接受校长和老师的表彰，还拿到了一笔奖学金，这让我的心里安稳不少，起码第1年的学费有了着落。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在家，我简单的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提着行李箱准备离开。出门的时候，却又遇到了他们，真晦气。见到我，他们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的不自然，是那种不想笑，又硬要挤出来一个笑容，表情扭曲的可怕。小星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
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随便编了个理由，我兼职的地方有些远，我得住在宿舍里。这样啊，那你周末记得回来，爸妈给你准备了一个升学宴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很显然，他们也知道我这次考得很好，我点了点头，全当应下了，这才顺利脱身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不是去兼职，而是坐上了去学校的火车。我马不停蹄地离开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困住了我10几年，让我快要窒息的地方。至于升学宴，去他娘的升学宴，他们从未关心过我的学习，却想要靠着我的好成绩来给他们长脸，想得美。升学宴他们自己开吧，也不伺候了。被我放了鸽子的升学宴自然是办不下去了。我爸打电话骂我2个小时，骂第1句的时候，我就把手机放在一旁，专心工作。后来我妈给我发了消息，言语间满是失望，更是扬言要和我断绝关系。还有这好事？我当即就同意了，把我妈差点气死，发誓再也不会管我，让我自生自灭。我听了只觉得好笑，仿佛之前那么多年，我不是在自生自灭一样。学习、毕业、考研、找工作，在我的规划下，我的人生正在稳步向前。35岁那一年，我有了一笔不菲的存款，足够我在这个城市里买一个房子，一个只属于我的小房子，不用再担心会没有自己的房间，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被赶出去，想如何就如何，想怎么翻滚就这么翻滚。拿到房产证的那天，刚好是我的生日，我特意发了朋友圈，这是属于我自己的天地。朋友圈发完没2分钟，我接到了我爸打来的电话。说实话，看着那个号码，我觉得有些陌生。自从高考之后不欢而散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不曾联系，如今突然来了电话，就像是死了很久的人突然诈尸。说实话，挺吓人的，不过我还是接了，我想听听看他要说什么。结果听说你买房了，倒是有点出息，不算太丢人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子买房有什么用？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嫁人，都35了，再不嫁人就嫁不出去了。正好我认识一个，今年46，二婚，带个儿子，配你正合适。你找个时间回来见见，合适就领证去。房子你买了也就买了，户主就写你弟弟的名字吧，也算是你这个做姐姐的一点心意，就当是给我们尽孝了。听着他说的如此理直气壮，我的心却十分的平静，微微一笑问道：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弟弟才是咱们老陈家的希望，老陈家的希望吗？我回想着从其他亲戚口中得知的消息，弟弟被家里惯坏了，学习不堪入目，连高中都没考上，家里花了不少钱才勉强进了一所私立高中。然而那所学校里的学生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，弟弟一个普通家庭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，而且他好吃懒做，横纵长度差不多，像是一堵墙，很容易成为别人玩弄的对象。很快他被欺负得苦不堪言，躲在家里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学校，爸妈把他当成眼珠子，怎么能看着他受委屈，只能由着他待在家里，一事无成，无所事事，成天在家里吃了睡，睡醒了玩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啃老，也不知道从哪认识了一个女孩，还搞大了人家的肚子，被逼着要结婚。可惜我妈早就没工作，我爸那点退休金都不够一家3口吃饭的，哪有钱给儿子娶媳妇？这么关键的时候看到我的朋友圈，简直就是给了他们希望。你们想要卖了我，换了彩礼给你儿子结婚用，用我的房子给他当婚房，是吗？不得不说，这算盘打的相隔千里我都听到了，被我戳穿了心思。我爸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这都是应该的，我们生你养你，现在到你报答我们的时候了。况且那是你亲弟弟，你帮他也是理所应当。亲弟弟从小把我当奴婢，对我非打即骂，没有一丝尊重，甚至撕了我的准考证，想要毁了我的前途的亲弟弟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满是嘲讽，这样的狗东西，叫我一声爹我都不会瞅他一眼，还给他钱给他房，做梦去吧。陈星懒得听他废话，我挂了电话，反手赚了200块钱过去。他那样的也用不着什么房子，给他买个骨灰盒吧，早晚用得到，或者买个大一点的，到时候你们一家3口都可以用，又省钱又能一家团圆，多好。完事我便将我爸的一切联系方式全都拉黑，我不怕他，但是我嫌烦，只是刚拉黑完他的，我妈电话又打了过来，这一次我连接都没接，直接拉黑。毕竟他曾扬言要和我断绝关系，违背誓言是要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的。我也是为了他好，不能害了他。放下手机，我看着自己的小房子，心中慢慢的规划着装修成什么样子。至于他们说的结婚，我并不是很在意，有喜欢的可以试试，但是绝对不强求。我害怕遇到我爸那样的人，重男轻女，愚不可寐。我也怕会变成我妈那样的人，在婚姻的生活中被摧残的面目全非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爱情于我而言并非必需品，在爱别人之前，我要先爱自己。全文完结。